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來到麥士音響，我是小鹿。今天要跟大家來介紹一下 JBL 新出的兩款 Party Box 喇叭，分別是 Club 120跟 Stage 320。那可能有人會問 Party Box 是什麼？其實它是 JBL 旗下的一個系列，簡單可以理解為可吸式的藍牙音響。那適合那些你喜歡戶外活動、露營，或者是你有一些表演需求的人，甚至到樂器演奏，或者是你要去參加脫口秀，你都可以拿來做一個使用。這兩款喇叭雖然大同小異，但是在一些小細節，它也是做了一些不同的設計。所以接下來我就跟大家一一做一個分析，方便讓各位可以在選擇上做出一個最滿意的決定。在外觀上，兩個喇叭都配有燈光秀等級的 RGB 燈帶、上下燈條跟閃光燈珠，甚至燈光還會配合音樂節奏做一個改變，可以讓你享有更沉浸式的感覺。燈光模式呢是可以透過左方的旋钮還有 APP 做更換的，但是在模式上反而是120就是比較小台的，它會多出一個隨機燈光的功能，但是320它是沒有這個選項的，它需要透過 APP 自行切換到下一個模式。那頂部有着操控面板，並且帶有 5.4 的藍牙連接，你只要按下藍牙鍵，聽到提示音就可以在手機裡搜尋到它。那右邊的旋钮呢，只是可以控制音量大小，點一下是暫停播放，點2下是到下一首，那3下的話就是上一首。可是要值得注意的是，雖然官方說明書的3下是下一首，但其實有些 APP 的3下就是它的上一首，它會變成是從目前這一首的0秒開始播放，而不是直接你可能播到1分0幾秒，然後它直接跳上一首，它是會重新再播一次。這個情況你就必須快速點擊3下，到0分0秒的時候，你要再快速點擊3下，它才會切到上一首歌。所以如果你的 APP 設定比較不一樣的話，你就必須要按6下，它才可以回到上一首。這就是比較要注意的地方。藍牙右邊的那個三角形按鈕，它則是支援多設備連接，即使你今天想要連接的喇叭裝置是不同的型號，像是120接320都是 OK 的，只要它是有支援這個功能，有這個按钮可以按的話，其實都是可以的。那需要的時候，你只要將要連接的裝置都開機，然後并且都點擊這個三角形的按鈕，它就可以讓設備串流起來，然後你就可以有多方位的一個音響的體驗，就例如雙聲道啊，左右邊其實聽起來是有差的，然後聽起来會更爽一點。在右邊的這個位置，它就是一個重低音模式按鈕，預設它是關閉，點一下它就是開啟這個重低音的模式，但是你再點一下它就是會更加強這個重低音的效果。所以它總共有3個模式可以切換。那我們也會放一些視聽在後面給大家去聽一個實際上的差異。最後這3個按鈕的上方就是派對專屬的音效板。那這個音效板呢，你點擊之後是可以觸發它本身自帶的一些音效的，只有 APP 裡面的音效是可以做更換的。那方便你可能在多種時候，你要達到一個音效輔助的那种活潑的感覺，例如今天有人講個笑話，你就可以放笑聲，或者是有人今天抽獎抽到大獎，就可以放鼓掌的。那它還有一些 DJ 可以用的音效，或者是 Party 可以用的音效，例如叫大家跳起来，這些都是它本身就有自帶的。那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借由這個按鈕，或者是用手機 APP 來觸發，來達到這個綜藝效果。接下來我們就到後面板的地方。那後面板是可以同時連接2支麥克風，或者是你可以插1支麥克風配上1把樂器。那在插孔處下方的這個旋鈕，它也是可以調整設備的音量的。可是還要注意一點，就是左方插孔它只有支援麥克風，那右方呢，這是可以切換到樂器。就是在插孔下方有一個切換鈕，是可以從麥克風切換到樂器的。那右方如果你連接的是樂器的話，你就只能透過下方的這個旋鈕去調節它的音量。它跟麥克風不一樣的是，可以透過像320的頂部，它就是有旋鈕是可以去調整麥克風的可能回音啊，或者是高音低音的東西。當然也可以靠 APP 去操控，可是呢，樂器就僅只能透過這個樂器插孔下方的旋钮去做一個調節，這個要注意一下。在中上方的是 USB 和 3.5 毫米的音訊口，你可以插線使用。在中下方是多設備連接的插口。這時候又會有人好奇了，不是，那我今天都有多設備連接的功能了，為什麼我還要插線？就是為了要無延遲，然後又穩定的發揮。那我們還是會選擇去做一個插線。只要準備好 3.5 毫米的音源線，然後你按照 in out 的方式去連接，你就可以實現有線連接播放音樂。那 in out 的連接方式要怎麼連接？基本上就是輸入跟輸出，你只要輸出的音樂要插到輸入的音樂裡面。那我們就是有稍微測試嘛，在延遲上會不會有落差？
如果你今天是要表演的話，我可能還是會建議你插線是最保險的，因為像是唱歌的時候，你的伴奏跟你的人声是要对上的。這時候，如果你的裝置只要有一點距離，或者是有一點連接不良，你就可能會有一點延遲。那這種時候最需要的就是靠有線連接去達到一個最穩定的發揮。所以，如果你今天是要表演，或者是你今天有活動，你要講求這個無延遲，我還是會建議你插線。那如果沒插，就是放個 BGM， 然後大家一起開心跳舞，那其實就無所謂，你就可以用比較方便的方式。前後面板的操控跟介紹大概就是這樣子。再來就跟大家說明一下其他功能，像是這次的把手兩款會有所不同。那基本上120是需要靠手抬起去移動的，那320可以借由它的伸縮把手還有滾輪去移動。那320的伸縮把手呢，也是沒有檔位的，就是你拉到哪裡它就是卡在哪裡，没有什麼第一段、第二段、第三段这些。120整體重量不大，大約是11公斤，然後57公分高。雖然是很普通的提手，但其實也可以很輕鬆的抬起。對我一個比較普通的女性來說是沒有什麼困難。但是相對的320的就會比較重一點，大概是16.5公斤，然後67公分高。它雖然帶有伸縮把手和滾輪，可以輕鬆的去推動喇叭，但是其實它比較刁鑽的角度你還是要靠抬起你才能去實現，因為它有點重，有點難推。那它還是多少，這個也不算是一個小缺點，就是說要注意這個部分。那兩者的把手基本上都不會影響實際的操作還有聆聽，所以就無傷大雅，自己可以去根據然後選擇。那在背面板下方是它的電池倉，兩款的電池大小不一樣，那320比120還要大1倍。那充電的時間呢，120只需要3.5小時，320更是只需要3個小時。然後電池呢也是可以更換輪替的，你可以實現無線充電的一個自由。在下面一點就是低頻開口，那在最下面就是帶有防水塞的充電孔啦。好，以上就是外觀以及基本功能的介紹。那我們就來介紹一下 APP 的頁面以及操作。APP 的名稱叫做 JBL Party Box。這次的 APP 非常一目了然，可以隨時查看喇叭的電量。打開 APP 之後，可以看到我的產品，就是可連接裝置，選擇到目前你想使用的喇叭。那燈光控制鈕呢，它裡面有非常多模式、顏色、視覺，可以去做一個調整還有選擇，十分的靈活又簡單好上手。那剛剛也有說，只有120是有隨機模式的，320是沒有的。下一個是音效實驗室，那這個功能呢，它是可以直接透過手機去調整 EQ， 還有觸發各種音效板，很方便，那也很有趣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左半邊的界面它是可以变成一個簡易的 DJ 台，讓你混音目前播放的歌曲，達到一定的派對的效果。那當然，你也可以透過手機直接暫停播放歌曲，那調整音量，還有上一首、下一首這些基本操作。在頂部面板設定的視窗是可以更換音效鈕搭配的音效鍵。簡單來說呢，就是你可以去選擇你上面那3個按鍵，你要換成什麼樣的音效鍵。所以你就可以選擇好之後，你隨時可以透過喇叭本體就直接播放，不用再打開手機之類的。在頂部面板設定的視窗是可以更換音效鈕搭配的音效鍵，也就是說換到你想要的音效後，你可以直接點擊喇叭頂部的按鈕做一個播放，還可以自定義你想要使用的燈光模式，然後你要關哪些，你要開哪些，你都可以自己選。因為它還可以使用麥克風，所以當然也有面板是可以直接調整低音、高音、回音還有音量的。不用特地跑到喇叭前，那況且120它也沒有旋鈕是可以做控制，所以就必須透過 APP， 是只有320有自帶麥克風旋鈕在喇叭頂部面板的。等化器就不用多解釋，你可以調整各種 EQ 模式，你也可以直接到 Custom 的編輯，自由調整到你最喜歡的一個效果。那低音增強顧名思義就是面板上的那個 Bass Boost， 就是它的重低音模式。那另外我們也準備一些試聽在這邊給大家做參考。看看重低音的差異，還有播放歌曲的體驗。有興趣的話，也可以實際到門市做試聽，你才可以享受最實際的一個體驗。所以開始注
啦，那所有關於這兩款喇叭的功能還有面板介紹都到這邊。實際上我使用過後也覺得是有被驚豔到的，不論是它的燈光效果還是它音響的一個震撼都蠻戳中我的。那320會更適合拿來作為多人聚會或者是需要主持的場合使用。如果你只是單純需要放歌，人數也不多，場地也不算大，你可以考慮120就好。基本上功能大同小異，比較差在是大小，還有續航，還有麥克風面板。一般你看電影啊、聽歌啊，你就購入120就好，甚至你也可以考慮買2台120去加強你的一個左右聲道。那如果你有經濟能力，你也當然是可以選擇320的。可是我個人是覺得，應該120就可以滿足很多大眾的需求了，因為其實大家也能看出来，你真的要去細看的話，它差異其實差不多。对於部分比較有需求的人，可能才需要做到320這個選擇。也別忘了120它是沒有輪子的哦，所以比較適合固定位置播放。如果你是要常常移動的，我是覺得會用拉的會比較好。那其實撇除自身的功能，其他小細節大家還是要自行去體驗，看有沒有對你來說是很必備的一些小優點在裡面。也歡迎來麥氏音響，讓我們專業人員為你做一個服務。以上就到這邊，我是小鹿，我們就下次見，拜拜。